在1926到1928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北洋政府的统治被终结。但是从1991年辛亥革命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较量了10几年，多数时候都是处于下风的。到了1926年，从地盘和军队人数来说，国民党还是弱于北洋军阀的。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能够以区10万兵力击败100万兵力的北洋军阀呢？在1913年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2次革命中，国民党惨败于北洋军。这次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凝聚力太差、太混乱，缺乏统一的领导，而北洋系则很团结。当时袁世凯还在，北洋众将能听其指挥，但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系就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等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领，直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为首领，奉系以张作霖为首领。到此，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战争不断。1913年2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就另外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以提升内部凝聚力。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了新的中国国民党。1922年，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同时进一步的改组国民党。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变得更有革命精神，组织力更强，孙中山成为了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核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自此中国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在北方是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为代表北洋军阀当政，在南方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政府执政。在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左右派斗争激烈。1925年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算，有嫌疑的右派领袖胡汉民出走。年底，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辞职出国。尽管内部有严重危机，但国民党表面上的团结还是维持着的，斗争仍然局限在党内，互相之间并没有矛盾，可以精诚团结打击北洋军阀。1926年，即孙中山先生逝世的第2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从北方攻打南方，胜利者居多；从南方攻打北方，失败者居多。而这次国民军总数只有10万，面对的北洋军阀总数超过100万。在敌众我寡的局势下，国民革命军竟然势如破竹，捷报接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为目标，但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北伐军是先击败了吴佩孚，再败孙传芳，最后再击败张作霖。北伐之初，国民革命军仅有几万人，地盘只有两广和湖南一部，对比整个北洋军阀，实力是大大不如。但对比第一个对手吴佩孚，实力并不落下风。当时吴佩孚部下有20万大军，势力集中在河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但经历了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之后，吴佩孚的实力受损严重，其嫡系主力部队也不过是几万人，其他部队属于地方上的中小军阀，并不完全听其指挥。吴佩孚在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正带领主力部队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击败国民军后，他又想与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一直到8月下旬，吴佩孚才带主力部队回到湖北。此时，北伐军已经攻下了湖南全境，并且湖北境内的天险、汀泗桥已经丢失。吴佩孚仓促之间，带领部队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战，再次大败。吴佩孚实力有限，却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他以主力部队对付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对北伐军重视不够，战略上犯了重大失误。在北伐军攻打吴佩孚的两湖地区的时候，国民政府想办法稳住了孙传芳，不过早对其表现敌意。当然，孙传芳也乐于看到吴佩孚和北伐军互相消耗，自己可以趁机吞并两湖。北伐军进攻两湖的时候，孙传芳坐镇东南，悠然看戏，并不打算出兵相救，北伐军得以侧翼无忧。一直到9月，吴佩孚主力已经基本被解决，
北伐军才开始进入江西，进攻孙传芳。虽然前期蒋介石的第1个军多次失利，但第7军3战3捷，后来第4军也派出了援军，北伐各军合力取得了江西战争的胜利，消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主力。在吴佩孚、孙传芳被击败之后，国民革命军已经有了较大的优势，唯一还有较强实力的奉系军阀已经很难抵挡了。为什么国民革命军表现得如此神勇？首先，从国民革命军这边来看，这是一支崭新的以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的主要组成部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在黄埔军校的大门口立着这样的标语：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黄埔军校学生每日接受这样的熏陶，牢记5大信念：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他们的精神面貌是蓬勃向上的，这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的北洋军阀部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洋军阀部队虽然人数众多，可他们从军官到士兵都没有树立统一的思想信念，如果有，那就是升官发财。没有思想信念的部队注定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其次，国民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期间接受的是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为了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黄埔军校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通过这些军事纪律激励战士们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所以不管是东征还是北伐，我们经常看到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先身士卒，冲锋在前。比如在第2次东征时，东征军围攻惠州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学生军陈明仁扛起一面旗帜就往城墙攀登，冒着枪林弹雨将旗帜第1个插在惠州城上。受此鼓励，东征军将士奋勇前进，一举攻占惠州城。战后，总指挥蒋介石在惠州城召开庆功大会，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一时军号齐响，在场所有人齐刷刷地举枪向他致敬。而北洋军阀部队就没有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的官兵都是为了一口饭吃才去当兵。他们虽然武器装备好于国民革命军，可根本就不打算拼命，一遇到风吹草动，马上溜之大吉。这样的部队不打败仗才奇怪呢。第三，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作风正派，深得老百姓拥护爱戴。国民革命军不允许出现拉夫、抢物、捐饷、占污这些现象，违者就会遭到重罚。国民革命军中传唱着这样一首爱民歌，歌词云：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雨机。这和解放军的3大纪律8项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得民心的国民革命军怎么可能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呢？反观北洋军阀部队，虽然执政多年，却没有改变旧式军阀的作风，在地方上耀武扬威，一贯残酷掠夺老百姓，老百姓恨之入骨。这样的军队自古以来就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不断的内战让其失去了民心，前期的军阀混战还主要是文斗，损失不算大。但是从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开始，北洋军阀的战争逐渐升级，变得血腥。在1925年的浙奉战争中，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成为了战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战争的升级范围扩大，让北洋失去人心。国民党方面则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旗帜，能够吸引人心。包括奉系那边的张学良对三民主义都心存向往，直系内部的将领冯玉祥、胡景翼等都暗中拥护孙中山。像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后起之秀都更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北洋军阀的很多头头则只知道抓军队、争夺权力、捞取钱财，无法提取出有吸引力的政治口号理论。北洋军阀部队历来军纪不佳，让民众憎恨，而北伐军则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比如在湖南、湖北战场，当地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军送水送饭，当向导通报敌情。国民革命军这边有大量作战勇敢、能征善战的名将，包括第4军的张发奎、叶挺、黄其祥，第7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第8军的唐生智，第1军的何应钦，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加伦将军，还有阎锡山部下的傅作义等。中下级军官中有许继慎、蒋先云等。北洋军阀那边也就孙传芳还比较能打，
吴佩孚早年还是比较能打的，但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他的水平已经是大不如前。奉系那边则是张学良领兵，可见实力是无人可用了。所以说，北洋军阀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有100万军队，但各个军阀之间各怀鬼胎，不精诚团结，纪律混乱，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民心。国民革命军是必然的。首先，战俘明明罪恶深重，但却在美国的偏袒下逃脱了法律的审判，逍遥法外。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待日本战俘最狠的国家其实是苏联。他们折磨日本战俘的手段堪称疯狂，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世界各国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截然不同呢？首先，在二战中，日军为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悍然入侵别国，给交战国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而日本造成伤害最大的国家便是中国。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的国家，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自1931年9·18事变以来，日军悍然入侵中国东北，使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略者在中国的地盘上无恶不作，致使近2000万平民伤亡，9500万人成为难民，财产损失达到了数千亿美元，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不仅如此，日军还在中国多地展开了丧心病狂的大清洗。日本暴露出来的残暴和野蛮令世界震惊。此外，日军还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中国研制细菌、化学武器，进行细菌战200余次，导致无数中国居民因此受伤。作为遭受苦难最多的国家，中国无论怎样对待日本战俘都不为过。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却选择以德报怨。当时，在中国的100万日本战俘直接放下武器就地关押，但中国并没有将他们关在集中营，日本战俘甚至可以自由出入战俘营，上街购买商品。在中国采取的优待政策下，日军战俘享受的待遇竟然比正规军都好。日本战俘不仅有专业的医生保障健康，而且还给日本战俘提供鸡蛋和白面馒头，待遇远远超过正规军。在中秋节，甚至还给日本人送去了水果和月饼，并且专门成立了战俘遣返回国机构，帮助日本战俘回国。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战场上取得巨大的优势，不仅仅是因为日军强悍的军事能力，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内心强烈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日军以为天皇献出生命为荣。所以日军在战场上格外疯狂，而对他们以牙还牙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想要打压他们的进攻势头，更好的方法是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很多日军在中国军队的教育下，逐渐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错误。有些人回到家乡，将事实真相告诉给那些遭到蒙蔽的日本国民，而甚至有些直接走上了反侵略、反法西斯的道路。而与中国不同，美国对待战俘的态度却十分偏心，这又不得不提日军与美国的恩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也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之中。日本给美国造成的伤害虽然远低于中国，但日军对待美军的方式却同样残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巴丹行军。1942年4月，数万名美菲联军被迫向日军投降。10日，日军命令这些战俘徒步行军120公里，前往奥德内尔集中营。而在这一过程中，日军对俘虏进行了疯狂虐待，不仅克扣战俘的口粮，还命令饥渴交加的战俘跟上他们跑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只要有人稍微停一下，或是没有回答日军的喊话，日军的刺刀立刻就会成为他们见到的最后一件东西。经过一番折磨下来，有1.5万人在行军途中去了另一个世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一场赤裸裸的暴行。战后，美军名将麦克阿瑟专门将专机改为巴丹号，以示铭记耻辱。而与以德报怨的中国相比，美国对待战俘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对待日本士兵，美军十分残忍，给俘虏们第一条命令便是让他们所有人都要一丝不挂。这是因为日本盛行耻文化，让他们一丝不挂，无异于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将他们的尊严狠狠地践踏。
与此同时，这些战俘同样要忍饥挨饿，并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如此，美军还经常以锻炼身体为名，让这些日本士兵不断地跑步。许多战俘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生病或去往另一个世界。对于美军而言，这些日本战俘还有一个作用，那便是排雷。由于二战后期日军已经陷入疯狂，在阵地前沿布满了地雷，而在战后，日军战俘便成为了检验友军雷区的最佳试验品。在美军的逼迫下，成群结队的日军进入雷区，爆炸声此起彼伏，惨叫声不绝于耳。只有少数战俘最终能从雷区里走出来。而与普通战俘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对待日本高级战俘的态度。由于美军最终以战胜国的身份占领并统治了日本，可以说美军俘虏了整个日本。但美国出于统治需要，不仅赦免了一些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高级战犯，还在战后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工作。而美国的偏心也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效果。后来日本似乎忘了美国将他们投放2颗原子弹的各种事情，对美国感恩戴德。而让人最意外的是，苏联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关于日苏的矛盾，在1939年，日本主动挑衅苏联，和苏联在诺门坎打了一仗之后，见识到了苏联的可怕，于是再也没有打过对方的主意。两国还于1941年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互相保持中立。直到1945年8月8日，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苏联100万大军挥师南下，对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围歼，史称8月风暴行动。在100万苏军的猛烈攻势下，已是山穷水尽的日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约60万人被苏联俘虏。本来苏日之间并没有太大矛盾，但苏联对于这些俘虏可谓是手段凶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由于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遭到重创，因此对法西斯国家无比痛恨，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急需补充。因此苏联把日本战俘可谓是直接当成了工具。首先倒霉的是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之前有日本撑腰，而此时失去保护伞的他们，只能如同破街老鼠一般东躲西藏。但随着条件越来越恶劣，这些日本侨民开始不顾一切地堵在扎兰屯和海拉尔的公路上，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而此时苏联正打算将60万日军战俘运回去。数量庞大的日本侨民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苏联选择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方式，让坦克打头阵直接开了过去。随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苏军成功杀出了一条血路。而这些侨民再也不敢作声，因为同胞的血已经告诉了他们苏联的答案。但对于那些被运往苏联的日本战俘来说，自我了断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几乎荒无人烟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他们虽然不用脱光衣服，但面临西伯利亚凛冽的寒风。在西伯利亚，苏联将日本政府们全部分配到采矿、修铁路等体力劳动最繁重的部门，还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提供。很多房子都要战俘自己寻找材料搭建。因为苏联战场上损失了太多劳力，这些战俘正好可以弥补损失。这些人每天要从事最辛苦的劳动，但得不到多少粮食。当时苏联自己国民都只能糊口，哪里有多余粮食提供给他们？所以日本战俘没饭吃也是常事。为了能充分利用战俘的劳动力，苏联人每个月都会对其进行体检。苏联女军医根据他们身体状况进行区分，使得每个战俘都能充分劳动。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没有足够的御寒手段，只能如同牲畜一样住在牲口棚里。很多日本战俘晚上睡着后就没有醒过来。不仅如此，这些日本战俘只有超额完成任务，才能够得到少之又少的粮食，其他人只能得到一顿野菜冷饭。严寒的气候、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大量战俘生病，但苏联当局完全无视了这些病情，这些患者只能自生自灭。而那些意图反抗的日本战俘，苏联则十分简单粗暴，那就是就地处决。至1956年，苏联将所有日本战俘遣返回国时，已经有6万人而许多日本战俘即便被遣送回国，也被严重的伤痛折磨，最后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据了解，60多万的日本战俘在1946年才开始陆续被遣返，有超过大典上把所有毛泽东等重要人物都暗中处理掉。
可是这个计划还没等实施，就以失败告终。他安排的所有特工全都被抓，也使得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可是他并不甘心，于是就安排空军在开国大典上用危险物品让天安门消失。但是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开国大典如期举行，期间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故。那为什么已经拟定好的轰炸北平计划，到后来却没有实施了呢？10月1日当天，所有飞机都整个待弹，就等着蒋介石的一声命令。蒋介石也打算趁这个天来出口恶气。他蜗居广州已经好久，只待时机反攻。如果新中国成立了，那国际社会就不会承认自己的国民政府。他为此还策划了多套方案去阻止开国大典。于是他找来了周至荣。周至荣是国民党空军司令，他用飞机去处理天安门。毕竟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个时候不只有受邀请来的国家政要，还有数十万百姓在此观礼。新中国肯定会被自己这一击打垮的。两人经过谋划，终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10月1日当天，周至荣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久等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他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让他先等等。可是此刻对于国民党来说，时间就是成败，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没过多久，周至荣又来问蒋介石，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想要问什么，可是此刻他的心里更加焦急。他知道时间很是珍贵，可他就是没有下达起计划轰炸。因为蒋介石从小受的是儒家文化，如果他让人把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给炸毁了，那跟当时八国联军当年火烧圆明园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做了之后，他得到的只有千古骂名。1946年6月26日的时候，2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由此全面爆发。后来淮海、平津、辽沈3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毛泽东消灭。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使得毛泽东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仅用了3年时间，哪怕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也被毛泽东快速击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百姓。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对于百姓来说，他们不愿意中华大地再重燃战火，中国百姓和这片土地都需要休养生息，并且他们对战争也是厌恶至极。面对外族的侵略，所有人都不会答应，他们肯定会拿起武器抗争到底。可是如果是内战的话，百姓的心中是反感的。蒋介石想要发起内战的时候，全国各界人士其实是反对的，而毛泽东顺应民心。其实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还和毛泽东谈着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可是在背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战争这条路。此刻的国民党一点都听不到老百姓声音，他们想要的应该是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觉得只有消灭了毛泽东，然后可以一党独大，其他一切以后再说。除了人民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他们内部早已出了问题。国民党的内部贪污十分严重，上到党内高层，下到部队底层。就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当时给国民党巨款，还有一些军用物资，让中国军队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拨的巨款实际上用到战争上面的没有多少，很多东西实际上都被国民党官员自己给私吞了。所以哪怕到了后来的内战，他们还是如此做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企图挑起内战，想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毛泽东部队。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陷入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利益纠纷中，他们开始大肆侵吞物资，中饱私囊。蒋介石知道后，竟然很是纵容。不过这也是有目的的，就是想让这些人来对付毛泽东。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军的攻击很是猛烈，蒋介石害怕失去中原地区，无可奈何之下，又准备寻求老盟友美国的帮助。由于情况很是紧急，他就让他的夫人宋美龄前去和美国商谈。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就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去往美国访问，她在美国的国会发表了演讲，整场演讲都是用的英语。那场演讲很是感人肺腑。当时，宋美龄向美国所有人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的艰难历程，这篇可以说震撼了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他又到波士顿、洛杉矶、纽约等地继续他的演讲，向美国人民募捐。之后的他开始活跃在美国的上流社会，经常被邀约出席那时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可以说，他那时走遍了美国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州。
当时宋美龄的访问可以说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的美国人清楚地了解了日本在中国所犯的暴行，很是让他们愤怒。他们对中国土地上的人民深感同情，这让世界上更多人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内战发生之后，国民党将领的叛逃让蒋介石手上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他就想让宋美龄再一次访美，想再次取得美国的支持。因为此刻的美国早已经不支持他了，他想对天安门开炮，却又没有下定决心。当时的国民党早已伤亡惨重，大批将领临阵倒戈，使得蒋介石早就已经沦落到要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地步。后来宋美龄又去往美国，可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称并没有见他，而是让美国的一个二流官员见了他。宋美龄一看美国样子，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随后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了。对于美国的如此操作，宋美龄很是气愤，可是她却无可奈何。不甘心的她只能忍着怒气，硬着头皮去到医院看望马歇尔。可是他们的交谈并不愉快，最后他们不欢而散。美国政府对于国民党本来已经失望透顶了。之后，宋美龄又在美国待了10天，经过她的多番努力，终于美国总统杜鲁门答应见她。本来宋美龄还是很激动，可是谁能想到此次会谈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可是美国总统并没有给她直接的回应。就这样1年时间过去了，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美国才给了蒋介石一个空头支票，就是会支持国民党，不会承认这个新政权的。这只能表明了美国的一个态度，并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作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的蒋介石感觉如释重负，因为这句话他等得太久了。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口头承诺，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可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一句话比什么都有用，他能得到暂时的安慰。他还想让美国给他经济和军事上面的支持，但都被拒绝了。对于美国来说，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人心，如果要帮助国民党夺取大陆的话，对美国来说成本太高。此时的美国也不想帮助蒋介石夺取大陆，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所以最后美国宁愿让舰队到台湾海峡，也不打算把机场开放给蒋介石，这把蒋介石最后的希望打碎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而蒋介石想要处理天安门的计划，北京方面早已经获知了。所以当时检阅的部队早就换上真枪实弹，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坚决让飞机轰炸天安门的话，那他们必定有来无回。国民党剩余的部队早已退守台湾，准备趁机反攻大陆。如果这一次真的行动，他的所有精锐部队会直接断送，对他回到台湾之后还能不能做领导人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做出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一场胜仗来稳定军心以及人心。本来国民党溃败，将领的起义已经让整个部队人心惶惶，还要去派空军执行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成功还好，如果不成功，那结局他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毕竟飞机起飞之后，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些人有很大的可能会叛逃。如果这个消息传来的话，这比全体阵亡的影响更大。内战失败之后，蒋介石的多数兵力都逃往了台湾，他心里多少有些不甘的。当他得知1949年4月1日并定为开国大典的时候，蒋介石的心里面早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对于他来说，有一天能重回大陆，这是他毕生的心愿。他感觉如果新中国要真的成立了，他的梦想会彻底遥不可及，所以对他的打击很是致命。一个国家想要统一，不可能有2个政权同时存在。蒋介石的心里很明白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党的政权将会彻底在国际上消失，所以他绝对不能让新中国成立，让开国大典顺利举行下去。于是他决定在当天对北平进行偷袭。这个计划可以说让他策划了很长时间，但最终蒋介石经过犹豫和心理斗争，最终下令取消计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已大势已去，无论计划能否成功，都无济于事。